老四也不是说不听奶奶的，他只是遇到了杜雨萌。若不是战印告诉我，我都想不到杜雨萌会有那么多马甲，还捂得严严实实的，老四查了那么长时间都查不清楚。海童笑道：银狐爷爷的高徒就是不一样，奶奶对老四很好的了，给老四挑的是银狐爷爷的徒弟，那几位老前辈以及他们教出来的徒弟才是真正的大佬，随便一个拎出来都可以媲比苏腾的。老四是被那个梦缠住了，他走不出来。老太太叹了一句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之前都没有见过萌宝的，在我将萌宝的相片给他之前，他竟然会做梦，梦到萌宝，还是反复做着同一个梦，可能这就是他们的缘分吧。宁云初笑道：那是缘分，说不定他们俩前世就是夫妻。最厉害的还是奶奶，奶奶，你快说，你是怎么知道杜小姐是萌宝，也是狐狸的？其实宁云初也很想知道，奶奶当初是怎么看中她的，还把她安排给战一晨。那时候她还是个瞎子呢，在宁家过得连佣人都不如，老太太却能看透她，还相中了她，将她网罗进战家当少奶奶。不止宁云初好奇，就是乔涵都想知道老太太为什么会瞄准她，再撮合她和战浩宇。她从小就女扮男装，扮男人比男人还像，很多时候连她的父母都忽略了她是个女人，爱慕她的女人也多，他们都没有发现她的本来面目。管城和江城隔得那么远，老太太又鲜少去江城，比谁都早知道她是个女人。战家以后会有9位少奶奶，可能除了海童和老九未来的老婆，其他人都会好奇这个问题。这是奶奶的本事，奶奶就不告诉你们了，说出来，奶奶就连老底都被扒了个精光，还是要留点秘密的，让你们觉得奶奶好厉害，好牛逼啊！摊上这样一个老顽童奶奶，他们能怎么着？奶奶，你就告诉我们吗？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。宁云初问乔涵：乔涵，你想知道吗？乔涵点头。彤彤，你呢？海童笑道：我是想知道，不过奶奶不想说，我们想知道也没用。奶奶不乐意说的事情，不管咱们怎么磨，奶奶都不会说的，嘴巴严得很，撬都撬不开。还是彤彤懂我。老太太嘻嘻的笑，今晚咱们婆孙几个就不回家了，明天早上用过了早餐再回去。乔涵问了句：奶奶，我们不回家，住到哪里去？你们的男人在市区里多的是房子，不用担心没地方住，就是奶奶名下也有好几处房产，咱们家还有大酒店呢。不过咱长婆孙几个要热闹，就都去彤彤家里住一晚吧。战印位于豪庭别墅区的大别墅足够大，能住得下他们几个。好呀，我都有一段时间没有去那里住了。海童怀念地道，他和战印在那里过2人世界，甜甜蜜蜜的。不过自从她怀孕后，就是住在油油山庄居多，家里长辈放心不下，住在山庄里，大家能照顾着海童，长辈放心，战印也放心。老太太带着几个孙媳妇去了战印位于豪庭别墅区的大别墅，管家没有回家过年，他征得战印的同意，接了自己的家人过来一起过年。明叔是个律己慎言的人，就算接了家里人过来，也会严管着，不让家里人随便进入主屋。他是战印这里的管家，有独立的住处，并不住在主屋里。看到老太太带着几位少奶奶大晚上跑过来，明叔颇为意外，他并没有提前收到大少爷或者大少奶奶的信息。大少奶奶自己过来的吗？明叔边给他们开门，边问着已经按下车窗的海童。他担心大少爷惹毛了大少奶奶，大少奶奶是离家出走跑过来住的，明天便是除夕了，按理说大少奶奶应该待在山庄里的。等明叔看到老太太和宁云初等人后，明叔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定是老夫人调皮了，带着几个少奶奶上演离家出走的戏码，让几位少爷爷今晚彻夜难眠。老夫人呀，只要闲下来，不是整这个就是整那个，当然无伤大雅，少爷们也都宠着老夫人。
由着老夫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以前少爷们还小，便是老夫人宠着他们；如今老夫人老了，便是他们宠着老夫人。随着年纪渐长，明叔是越来越羡慕老夫人的晚年太幸福，儿孙满堂，个个孝顺，家庭和睦，这是多少人都渴望的，老夫人皆有。老夫人，几位少奶奶都用过饭了吗？明叔恭敬地问着。我们用过了，你不用管我们。玩去吧，我们自己热闹一下就休息了。老夫人温和地道，让明叔去陪家人，不用伺候他们。他身边有3个孙媳妇呢，婆孙4人在屋里看电视、唱唱歌或者打牌，可热闹了。有老太太带着，就是乔涵这种沉稳的性子，都活跃多了，跟着妯娌们一起唱歌。他唱功还不错。海童问他，你是不是经常唱歌？这唱功都快赶上专业歌星了。有时候压力大，会吼上几句解解压。乔涵说的云淡风轻。如今已经是多家公司老板的海童，能想象得到他的压力。乔氏集团在江城，那是数1数2的大集团。身为乔氏的当家人，乔涵工作量繁重，压力是很大的。知道她是乔家大小姐后，乔氏集团依旧是他在打理，只是增加了弟弟乔轩的工作量，不让那小子玩得那么疯。姐弟俩一般的年纪，乔涵稳重，乔轩玩心还是有点重，到现在也没有真正定下来。乔董夫妻俩嘴上着急，倒是没有安排相亲，由着儿子自己挑自己选吧。要结婚要过日子的人是儿子，总要儿子满意才行。乔董夫妻俩还是很开明的。以前他们最操心的是乔涵的人生大事，因为乔涵一直女扮男装，爱慕者皆是女人，还得是老太太会演呀。识穿了乔涵的真实性别，撮合了战浩宇和乔涵。这边老太太带着几个孙媳妇住下了，那边的战印和2个弟弟还在等着老婆回来。眼看夜色越来越深，战印忍不住打电话给海童，童童，你和奶奶怎么还没有回来？老公，我们今晚就不回去了。奶奶说明天吃了早餐再回去。现在我们住你豪庭别墅区这里的房子。战印，奶奶带着你们出门，我就有不好的预感的了。果然是拐走他们的老婆。海童笑道，你早点休息，我们在唱歌，乔涵唱功还不错。你才要早点休息，别玩太晚，你还怀着身孕呢。战印叮嘱着。我会的，那先这样了，明天再说。好，洋洋下午过来问起你，我说你出去逛街了。洋洋还说你怎么不等他回来，是不是不想他了？海童笑道，他后来打电话给我了，叫我多买点烟花，他明天晚上要过来看烟花。市里不能放烟花，山庄有个大草坪，放烟花很安全，每年山庄里都会放烟花。海童还记得婚后第1年跟着战印回老宅过年，那时候战印还骗着他，带他去的是姥姥宅，并不是悠悠山庄。一大家子连同他们战氏家族的族人都在骗他。当初知道战印骗他时，他那么生气，主要是几乎1年的时间，他只要想说都能说的，可他没有说，一直没说，还是等他发现了，他坦诚一切，他才会特别的生气。烟花早就拉回来了，拉了一车，保证让你们看个够。海童笑道，够，每年都看过瘾。战家有钱，买的烟花都是绽放的最美丽的那种，一买就买一车回去，连续3晚都会放烟花。海童很喜欢看烟花，就是烟花一冷，绽放时间就那么几分钟。为了让他能过足眼瘾，战印买回来的烟花，听杨叔说比往年要多了几倍。老九也说，往年他跟大哥提出过多点烟花，但是大哥都不同意。有了大嫂后，买了一车回来，大哥都觉得不多，恨不得包下烟花厂。所以说老九聪明呀，从一开始就抱紧了大嫂的大腿，只要大哥虐他，他就向大嫂告状，大哥就只能高高拿起，轻轻放下。早点睡吧，我也困了，准备上楼去洗澡。
睡觉了，老公，晚安，我爱你。后面那句甜言蜜语，海童说得很小声，不想被妯娌们听见，笑话他。夫妻俩结束了通话，乔涵也唱完了一首歌。海童带头鼓掌。宁云初说他久不唱歌，不会唱，海童怀孕，说他精力不济，老太太就唱了2首。妯娌3个惊叹于老太太的音乐功底，唱的是老歌，他们在此之前都没有听过，但很好吃。奶奶真是多才多艺。老太太笑道，年轻时有任务时，经常会混入歌舞厅，没点技艺傍身，会穿帮的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咱们散了吧，都去休息。特别是彤彤，你怀着身孕，又陪着奶奶逛了这么久，累了吧？快去休息吧。老太太是像个小孩子似的，爱热闹，却是真的心疼孙媳妇，更重视海童肚里的宝宝。他老人家第1个曾孙呢，宝宝出生，他就40同堂了。海童是这栋大别墅的女主人，她给2个妯娌安排好房间，才回到主人房。战印不在，她就总觉得缺了点什么，挺着个大肚子，累人。海童是习惯了有战印陪着，由于累了，她还是很快便进入了梦乡。一夜再无话，隔天便是除夕，忙碌的一天。傍晚吃过年夜饭后，与战家交好的那些人家，都跑到悠悠山庄凑热闹，看烟花。山庄热闹得很，热闹的日子过得很快，转眼便是大年初2了。年初2回娘家的日子，穆家的几位太太娘家都在管城，他们自然要回娘家。战印夫妻俩以及陆东明夫妻俩则是去了商家。商太太便是姐妹俩的娘家亲戚亲姨，他们每年年初2都是去的商家。海童的叔伯打过电话给他，叫他姐妹俩年初2回老家过，走走亲戚，不管过去发生过多少不愉快的事儿，都过去了。他们也知道错了，是他们对不起海童姐妹俩。战印替他们出了气，整的海童的堂兄弟们都被公司裁员，丢掉了工作，做小生意也做不起来，日子过得挺难的了。其实战印还手下留情了，并没有赶尽杀绝，否则他们会过得更惨。海童没有答应叔伯们的请求，他们又找村干部，让村干部联系海童，劝海童姐妹俩放下过去。海童父母留下来的房子又是给了海童姐妹俩的，他们回去走走亲戚，看看父母留给他们的房子，也是一种念想呀。若是他们的3弟还活着，肯定也希望海童姐妹俩能够真正与他们和解的。村干部没有帮忙，他们骂了海家人一顿，骂他们当初做事做得太绝，没有留一线。如今想与海童姐妹俩和解，难啊。海玲姐妹又不是圣母，凭他们当初对他们做的事，他们怎么可能做到真正放下，还像正常亲戚那样走动？他们愿意养着海老头夫妻俩，逢年过节让人送东西回来给2位老人家，也会给点钱，就很不错了。当初可是他们当爷爷奶奶的带头欺负孙女呢。逢年过节，海童是会让人给爷爷奶奶送去节礼，节礼还很丰厚，还有点生活费。他的叔叔伯伯们看得眼馋了呗，千方百计想着和解。海童跟姐姐说，他不想和解，只要一想起父母双亡时，他们瓜分了父母的死亡赔偿金，霸占他们的家，还在大雨天赶姐妹俩走，他就恨。那年他不过10岁，10岁啊，还是个孩子。他们是海家的血脉，可是他们的亲人那般无情，在他心里留下太深的伤口。此刻他都无法治愈那道伤口，只能淡化。很快悠悠山庄就恢复了宁静。老太太站在山庄门口，目送着小儿子一家人远去，叹着气对身边的战一阳说道，年初2奶奶是最不爽的，都回娘家去了，家里也显得安静。战一阳扶着奶奶往回走，安慰的道，奶奶，你要换一个角度来看，一年之中，你就是年初2才不爽，其他时间都很爽。你是没有女儿，也没有孙女，但是你的儿子、孙子
都是把别人家娇养大的女儿娶回来，平时别人家的女儿围在你身边，孝顺你，陪着你，你不爽吗？老太太扑哧的笑，你这样一说，奶奶很爽，是你外婆他们不爽。那是本来就是吗？不知道多少人羡慕奶奶呢。羡慕奶奶有我们这些孝顺的孙子，咱兄弟9个可没有给你老人家丢过脸。老太太边笑边说道，老四，奶奶咋觉得你的嘴巴抹了蜂蜜呢？甜得很。平时我说话也很甜吧？平时可没有这么甜。说吧，想和奶奶说什么？老太太心里有数，明知故问。奶奶是回屋里去，还是到处走走？到处走走吧，看看他们布置的院子。都年初2了，奶奶还没有时间逛逛园子，赏赏景。战一阳说道，奶奶拐着我3个嫂子跑出去玩，哪有时间逛园子？我3个哥哥那晚估计做梦都在骂奶奶。他们敢骂我，我带着我孙媳妇周游世界去，让他们找不到我们的真正落脚点。战一阳嘻嘻的笑，当面不敢，背后多少都敢抱怨几句的。背后说的我不管，反正没有当面说，我就当不知道。人嘛，做得再好，也会被人在背后议论的。婆孙在山庄里的各个园子里闲逛，工人们在树上挂着红灯笼，挂着一些红色喜庆的小东西，让各个园子看上去都有新年的味道。奶奶，你看我哥哥们都成双成对了，我还单着，这年都过了，我又老1岁，成了大龄青年。单身至今是你的选择。战一阳一噎，随即他讨好的笑着，奶奶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识奶奶的好意。奶奶，你告诉我，杜雨萌是萌宝吗？他是不是有很多马甲？百变狐狸也是他吧？我哪知道，我又没有看到他变成狐狸，谁知道他是不是狐狸？说他是萌宝吧，他名字里有个萌字，说不定他家里长辈也叫他萌宝。他是不是银狐的徒弟，奶奶就不敢说了。战一阳肯定的道，他家里长辈都是叫他雨萌或者萌萌的，我没听他们叫他萌宝，那就不是他了。战一阳，可我觉得萌宝是杜雨萌，狐狸也是他。奶奶，你给我选中了杜雨萌，肯定摸透了他的底，就像我的2嫂和3嫂一样，他们藏着掖着的秘密，奶奶都能摸得清清楚楚。想必杜雨萌的秘密，奶奶也摸得一清二楚。老太太不用战一阳扶着她，她走到树底下的一张长椅子前坐下来，帮你2哥3哥挑媳妇的时候，奶奶不像现在这般老，精力尚可，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去摸他们的底。轮到你和老5老6了，奶奶精力不如前，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调查。杜雨萌若是银狐的徒弟，那就更不好查了。银狐是谁？他在武帝堂里原本就是管着信息网的，他的信息网最大，查他的徒弟，那不是找死吗？哪怕他现在退下来了，但他有不少接班人，个个都青出于蓝，更胜于蓝。奶奶虽然略有胆识，却不是那种胆大包天，谁都敢去踩上2脚的人，知道武帝堂厉害。奶奶哪敢去招惹他们的人？如今咱们家能与武帝堂关系好，得益于你大哥大嫂和君家交好，还有就是费老先生是你大嫂外婆的助理，这2层关系才让武帝堂给我们3分薄面。奶奶说的话，战一阳一个字都不信。奶奶，我是你亲孙子呀。老太太看着他说道，你要不是我亲孙子，我才懒得理你呢。不过就算是亲孙子，奶奶不知道的是，还是不知道，不会因为你是我亲孙子，我就什么都知道。你以为奶奶是神仙？无所不能，就算是神仙，也有不知道的事。奶奶，是我不识好歹，辜负了你老人家的一番美意。你给我选中了杜雨萌，杜雨萌肯定适合我的，我却要自己找，放着康庄大道不行，非要行羊肠小道，现在迷了路，走不出来了。奶奶，求求你了，你跟我说实话好不好？杜雨萌是不是狐狸？2个人其实是1个人是吧？老太太反问他，如果是呢？
你会怎么样？不是呢，你又怎么样？你打算重新去追求杜雨萌？你爱的不是杜雨萌，就算你去追求杜雨萌，也是把她当成第二个女人。战一阳说道，只要证明他们是一个人。我爱杜雨萌和爱狐狸有什么区别？他们是同一个人呀，不过是披个马甲而已，人还是那个人。战一阳觉得没区别。有区别，杜雨萌足够优秀，你也去追求了人家3个月，结果怎么样？你说你不爱他，无法培养出爱情来。你跟人家杜雨萌说得清清楚楚的，哪怕狐狸是杜雨萌的马甲，你爱上的是他的马甲，他不可能天天都扮成狐狸和你过日子。而杜雨萌和狐狸完全不一样，当你面对杜雨萌时，你会觉得他是另外一个人，等于是你通过他看另外一个人，他就等同于替身，委屈人家杜小姐了。老四，你已经放弃，就不要再去打扰人家杜小姐，还是老实的去追你的狐狸吧。你不用求奶奶，求奶奶也没有用。奶奶当初反复问过你，确定要放弃了吗？放弃了就不要后悔，后悔了也别来找奶奶。奶奶帮不上忙，你自己做出的决定，自己选择的路，你自己走完。又不是3岁小孩子了。老太太就想看着老四着急的样子，谁叫这小子悟性太差，老大都悟出来了，他还在原地打转。若不是彤彤上次暗示了他一次，他到现在都不会将狐狸和杜雨萌联想到一起去。战一阳垮着俊脸，奶奶，我不知道杜雨萌就是狐狸呀，若是知道，我肯定不会放弃的。奶奶，一句话，我只要你一句话，杜雨萌是他吗？你去问他呀，我又不是杜雨萌。奶奶，战一阳就差给奶奶跪下了。奶奶，我后悔了，行不行？你告诉我好吗？老太太伸手戳了一下他的额头，说他没有后悔药吃。老四，可能是奶奶过于专横吧，未经你们的同意，就擅自帮你挑好妻子人选，逼着你们去追求他们，是奶奶错了，不是你错了。哪怕他是为了孙子们好，也算是专横的大家长了。奶奶，你别这么说，我和我的兄弟们都乐意接受。有奶奶给我们长长眼，那是我们的福气。我爸妈他们不知道多开心呢。他的叔伯、父母都乐得轻松自在，不用操心儿子们的婚姻大事。老太太看人的眼光毒，只要是老太太相中的女孩子，绝对优秀。既然你乐意接受，那你为什么不按奶奶说的去做？去追求杜雨萌呀，1年的时间，你们还培养不出感情来。老太太偏头看着孙子，老四，奶奶从来不会坑你们。想了想，老太太补充一句，婚姻大事上绝对不会坑你们，其他事她坑孙子都不知道坑了多少回，需要区分的。杜雨萌是个好女孩，杜家的家风也不错。杜家与咱们家门当户对，虽说距离远了点，又不是叫你嫁过去，你娶她，她远一点也无所谓。现在交通方便得很，坐飞机、坐高铁都能当天到达。当然了，他们要求你嫁过去的话，奶奶也不会反对，反正奶奶孙子多，嫁掉一个是一个。趁奶奶给你的期限还有点时间，抓紧点。年后就去海市那边买栋房子住着，在那边生活。什么时候追到杜雨萌了，就什么时候回来。你目前管着的公司可以分交给老七和老八，你专心忙你的人生大事，或者你自己在海城创业也行，边创业边追妻，到时候功成名就还能抱得美人归，双喜临门，多好呀。战一阳不说话了，他看着自家奶奶，极力想从奶奶的脸上找到答案，看到的是奶奶脸上的皱纹。老人家保养的再好，年龄摆在那里还是老了。奶奶，你的白头发又多了，年前怎么不去染黑？战一阳轻摸几下奶奶的头发，老太太也摸了摸自己的头，坦然地道，奶奶已经80出头，有白头发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染黑干嘛？头发染黑了就能让奶奶年轻几十岁。我们呀，
要学会面对现实，老了就是老了，认老服老。只要身体还很健康，有点皱纹，有点白头发，算什么？他老人家是坦然接受自己变老的事实，不像有些人不服老，头发花白了还不许别人说他们老。有很多是染头发、染黑，好像那样就能抹掉他们变老的痕迹。再说了，奶奶有你们这几个不省心的孙子，天天要为你们操心，不是这个就是那个，操心的多了，老得快，奶奶的白头发就多了。要是你们个个都会去拱人家的白菜，不用奶奶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帮你们拱白菜，奶奶会老成这样。老四，奶奶头上的白发都有你的一份功劳。战一阳笑着揽住了奶奶的肩膀，是我们不好，让奶奶操碎了心。奶奶，我们以后会加倍孝顺你的。老太太说道，奶奶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能活多久？活一天算一天的了，不要许诺以后的事，怕你做不到被打脸。真孝顺奶奶就去追回杜雨萌，奶奶很喜欢她，就想她给我当孙媳妇。奶奶告诉我，杜雨萌就是狐狸，我保证过几天就搬去海城住，在那边重新创业开公司。再追妻总不能天天没事做，跟在人家后面当尾巴吧。他们兄弟几个追妻时，可没有人专职追妻的，都是兼顾着自己的事业。奶奶说杜雨萌是百变狐狸，她就是了吗？杜雨萌不承认，你能怎么办？万一他们俩不是同一个人？说了那么多，他也求了奶奶，奶奶就是不给他一个准话呀。不过奶奶话里的意思，杜雨萌和狐狸是一个人，有80%的可能性。奶奶，我重新追求杜雨萌，不会错吧？那是奶奶给你挑好的媳妇，你去追求她，当然不会有错。奶奶，老太太戳一下她的额头，你去追妻便是。现在年也过了，趁杜小姐还在休假中，有时间约会，你赶紧过去跟她约会。去不去？战一阳看着奶奶不说话，奶奶不给他准话，他怕呀，怕去追到了杜雨萌，他不是狐狸，若不是同一个人，以后怎么办？他的心都在狐狸身上了，狐狸最是勾人，他就被他勾住了。愿意重新追求杜雨萌，那是因为他是狐狸。奶奶等会儿就让杨叔帮你准备几份新年礼物，你带着去海城，新年去人家那里可不能空着手去，然后抓紧时间看房，在海城那边买一套房子住下来，再慢慢追妻，就像君然当初追求小飞一样。买的房子挨着商家，近水楼台先得月。小飞婚后回娘家近的不能再近了，君然能让商太太同意他和商小飞的婚事。挨着商家的那套大别墅得了很高的分的，君家表示过。君然长期负责风尘集团位于管城的几家子公司，等于是长期在管城生活。他买的房子挨着商家，商小飞回娘家不就近了，天天回娘家吃饭都可以。身边那么多人追妻成功的，你随便找个人当榜样，学习学习也不至于单身到现在。战一阳无语的道，奶奶，我还没老呢，我很多同龄人都是单身呢，你也有很多同龄人都当爸了，你怎么不说？你是连心上人姓甚名谁都不知道，我那么多的孙子，就数你最没用了。老太太说的一脸的嫌弃。战一阳笑道，是，我最没用，所以奶奶可要帮我。奶奶帮你了，不是说了吗？让杨叔帮你备上几份年礼，你带着去海城度假拜年新年，他们再怎么样也不会给你脸色看的，你在这个时候过去最适合了。行，我听奶奶的。战一阳答应了，听从奶奶的安排，当即就掏出手机订了年初4的机票。怎么不订明天的票？老太太问他。我想多陪奶奶一天。老太太笑，奶奶才不用你陪，只要你们成双成对的，不再是单身狗，奶奶就开心了。她选择年初4去海城度假，一是想多陪陪家人，二是想等明天晚上几个哥哥回来了，她征求一下哥哥们的意见。
让哥哥们帮他分析分析狐狸到底是不是杜雨萌，特别是大哥的意见最重要。战义阳猜测大哥是知道真相的，但大哥也不说，个个都等着看他的戏呀。他到底哪里得罪了一大家子吗？虽说没有从奶奶那里问到真正的答案，战义阳心里多少有底了，跟着便放松心情，好好的享受了2天年假。年初3的傍晚，战印才带着海童回来。战义阳今天一整天都待在大伯家里，听到管家恭敬问好的声音，战义阳立即殷勤地跑出去，帮着兄嫂拿东西，还不忘提醒挺着大肚子的海童小心点。战印看了他2眼，没说话。进了屋，他又跟前跟后的热情细心体贴周到表现得太过明显。我就陪着你大嫂回了一趟娘家，在娘家住了1个晚上，老四怎么变成了哈巴狗？战印调侃着弟弟，说吧，是闯祸了，还是有事相求？战义阳笑道，什么都瞒不过大哥。大哥不愧是我们的大哥，你是我心目中最好的最厉害的大哥，我对大哥的敬仰有如滔滔江水。再吹2句，把你的嘴巴都封起来。战义阳摸摸鼻子，笑得讪讪的。海童早就笑得抱住了肚子，老四，你再拍马屁，我肚子都能笑痛。不行了，我要走开，不听你说话。你2嫂3嫂回来了吗？我找他们去。说着，海童起身就走。大嫂，大嫂！战义阳叠声叫喊。海童看向他，他讨好的笑，大嫂，你先别走，等会儿可能要你帮我说说话，我怕大哥不肯帮我。我2嫂还没有回来，3哥3嫂中午就回来了。他这样说，海童便又坐了下来。既然要我帮忙，那行，我就听着，你说重点，别扯那些有的没的，笑死我了。战印的几个弟弟，只要有事相求时，那拍屁的样子真的很好笑。大哥，我要一句准话，杜雨萌是百变狐狸吗？萌宝也是他吧？战义阳也不拐弯抹角了，问了出来。战印淡淡的道，他是谁？我哪知道？我没关注他，我只关注你大嫂。说着，战印温柔地摸了摸海童的肚子，宝宝，今天乖不乖？爸爸都没空陪你聊天，你还记得爸爸的声音吗？大哥，你四叔吵得很，真想拿把剪刀把你四叔的舌头剪下来，吵到咱们父子俩交流了。海童轻拍了一下丈夫的手，说道，你也别逗老四了，我看老四急得都要跳起来，在这里2天都哄不到奶奶说真话。战义阳连连点头，就是大哥不要再逗我了，我急死了，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，关系到你弟弟我的幸福。奶奶是怎么说的？战印问道。奶奶叫我重新追求杜雨萌。听奶奶的呗，还问什么？奶奶还能坑了你不成？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奶奶平时会整我们取乐，但在我们的婚姻大事上，奶奶比谁都认真，不会儿戏的。战义阳总算得到了想要的答案。大哥是没有明着说杜雨萌就是百变狐狸，但他说了，听奶奶的准没错，知道他真正爱的是百变狐狸，又让他去重新追求杜雨萌，等于是说他们是同一个人。行，我听大哥和奶奶的。大哥，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？战印斜睨着他，我和奶奶都反复说了，叫你不要后悔。你还说你字典里没有后悔2个字，现在有了吧？这就算说了。战义阳哭笑不得，你们只叫我不要后悔，我哪能想到百变狐狸是杜雨萌的马甲，这根本就是牛头不搭马嘴吗？那是你笨，没有理解奶奶话里的深意。咱们奶奶是谁啊？坑孙子第1名的人，厉害着呢。老太太，阿印，你这是夸奶奶还是贬奶奶呢？想到自己拒绝了杜雨萌的事，战义阳垮着俊脸。你们就是想看戏，看我为了狐狸追得团团转，连狐狸毛都摸不着，却不知道我触手可及的。萌宝肯定也是他。百变狐狸吗？他不可能一个马甲，怕是我身边出现过的年轻女性，都有可能是他的马甲呢。有戏看，谁不想看？战印一句话，承认他就是在看戏。
我们几个都是听奶奶的安排，按部就班，总要有个人例外点的添点曲折的剧情。哥哥们追妻不难，他追妻怕是难了。本来杜雨萌爱上了他，他却……杜叔和阿姨那里也不好过关，他们还在怪他当初拒绝了杜雨萌，让杜雨萌伤心了。年前在杜家门口站了半个小时，冻得他都流鼻涕，幸好喝了满满一大碗辣辣的姜汤，又吃了一天感冒药，他才没事。大哥大嫂，我先回去收拾东西，奶奶让我去海城那边买房子，学习军人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杜家的邻居也没有人卖房子呀。战义阳边说边起身走人。等老四走了，海童说道，也不知道萌萌会不会给他一个机会。他说他始终无法爱上萌萌，太伤萌萌的自尊心了。管他呢，那是他的事。彤彤，我陪你上楼休息。年一过，很快夫妻俩的爱情结晶就要出生了。战印看着爱妻的腹部隆得越来越高，开始提心吊胆，亦能理解叶君博当初总是失眠睡不着了。战印觉得自己都要失眠了，担心所致。